江城7月，流金硕时，铂金国际机场私人停机坪外，警戒线拉了整整50米。数十家财经媒体、头部娱乐账号的记者扛着长枪短炮挤在围栏外，额角的汗水浸透了衬衫领口，却没人肯后退半步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停机坪中央那架湾流 G700私人飞机，等着那位搅动江城商界风云的男人落地。下午3点17分，机舱门缓缓打开，顾燕晨率先走了出来。男人一身意大利手工缝制的炭黑色西装，面料在阳光下泛着低调的珍珠光泽，肩线利落的如同刀裁。他身形挺拔，身高1.89米，站在舷梯之上，微微抬手挡了挡刺眼的日光，下颌线紧绷出冷硬的弧度，眉眼深邃凌厉，自带一种久居上位的压迫感。腕间那枚限量款百达翡丽腕表随着动作轻转，钻石表圈折射出细碎的光，轻易就攫住了所有镜头的焦点。顾总，顾总看这边。顾总，此次100亿跨境并购案圆满收官，请问您此刻的心情如何？顾总，业内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交易，您仅用3个月就尘埃落定，能不能分享一下成功的秘诀？闪光灯连成一片星海，快门声此起彼伏，几乎要盖过机场的轰鸣。顾燕晨薄唇微勾，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浅笑，疏离、金贵，又带着掌控一切的从容。他缓步走下舷梯，特助林州立刻上前撑开黑伞，低声汇报：顾总，董事会成员都在厅内等候，顾家老宅那边也派了人来，老爷子让您今晚回去吃饭。另外，苏太太也来了，在 VIP 休息室等您。听到苏太太3个字，顾燕晨脚步微顿，眼底飞快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，随即被更深的淡漠覆盖。他微微颔首，声音低沉磁性，透过话筒传出去，瞬间让现场安静下来。项目能成，靠的是整个团队的努力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后续的整合工作，集团会统一发布公告，辛苦各位跑一趟。滴水不漏的官话，得体又大气。在场的记者无不心生感慨，难怪顾燕晨30出头就能坐稳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这份沉稳气度确实是常人难及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位年轻总裁不仅能力出众，私生活更是干净的近乎完美。嫁入顾家5年的太太苏婉，是江城有名的书香闺秀，温柔贤淑，持家有道。顾燕晨出道以来零绯闻，除了工作就是回家，是整个江城上流圈公认的完美丈夫。这3个月他远赴海外闭关攻坚，连妻子都极少联系，一心扑在100亿项目上，更是被传为佳话。如今再遇归来，更是将他的声望推到了顶峰。没人知道，这位万众追捧的商界帝王，口中所谓的闭关攻坚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。过去的整整92天，他没有一天待在写字楼的会议室里，没有开过一场真正的核心谈判。他隐姓埋名，远赴北欧一座气候宜人的滨海小城，全天候守在私立月子中心里，陪着他的婚外情人林薇薇，等着那个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私生子降生。产检、待产、进产房、坐月子、哄孩子，他做了所有丈夫该做的事，把所有的耐心、温柔、体贴都给了那个见不得光的女人和孩子。而这一切，他瞒了妻子苏婉，瞒了顾家上下，瞒了公司全体员工，瞒了整个江城，用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并购掩盖自己婚内出轨、私生子女的龌龊真相。顾燕晨坐进定制款劳斯莱斯幻影里，靠在真皮座椅上，缓缓闭上眼。林州坐在副驾，低声汇报着后续行程。他听着听着，思绪却飘回了万里之外的月子公寓。今早出门前，林薇薇抱着刚出生20天的儿子，黏在他怀里掉眼泪，软声说：燕晨，你回去之后可不能忘了我们母子。你答应我的，等你稳住局面，就接我们回国，给宝宝一个名分。他当时怎么回答的？他吻着他的额头，说：放心，早晚的事。苏婉那边性子软，好打发。等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好，慢慢跟他谈。是啊，苏婉性子软。5年婚姻，那个女人永远温温柔柔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从不发脾气，从不追问他的行踪，从不查他的手机。
他就像一株安静的藤蔓，依附在他身上，安分守己，懂事的让他觉得乏味。他笃定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苏婉也不会怀疑他半分。这场戏他演了5年，早已炉火纯青。这次归国不过是继续演下去，一边做着风光无限的顾家总裁、完美丈夫，一边暗中安置好情人和私生子，两全其美，无人知晓。想到这里，顾燕晨唇角勾起一抹隐秘的得意，指尖划过手机屏幕，屏保是官方发布的他西装革履的商务照，没人知道他手机相册的加密文件夹里全是婴儿粉嫩的小脸。车子平稳驶入半山别墅区，穿过层层绿植，最终停在顾家独栋别墅的铁艺大门前。顾燕晨收敛起所有杂念，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，重新戴上那张完美无缺的面具。推开车门，抬眼便看见别墅2楼的落地窗前站着一道纤细的身影，是苏婉。隔着落地窗，她穿着米白色的真丝家居裙，长发松松挽在脑后，正静静望着她的方向。午后的阳光落在她身上，温柔的像一幅画。顾燕晨心头掠过一丝极淡的心虚，快得几乎抓不住。他抬步走向玄关，心里已经打好了副稿，要说项目有多难，有多忙，有多累，要感谢他在家的付出，要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温情。他演了5年，早已驾轻就熟。玄关的门被佣人拉开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驱散了剩下的燥热。苏婉就站在玄关处，手里拿着拖鞋，眉眼弯弯，声音温柔的像水，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他像无数次等他回家那样，自然的弯腰，想要替他换鞋。顾燕晨却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，避开了他的触碰。苏婉的动作僵在半空，抬眼看向他，眼底带着一丝茫然。顾燕晨轻咳一声，掩饰住自己的心虚，语气平淡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路上累了，先上楼放东西。他绕过他，径直往楼梯口走，脚步看似沉稳，实则有些仓促。他身上还带着月子中心淡淡的奶香味，还有林薇薇惯用的那款小众香水味。他怕靠得太近，被苏婉察觉。身后的苏婉静静看着他的背影，眼底的温柔一点点淡下去，快得像从未出现过。站在不远处的保姆张妈，垂着眼擦着玄关的置物柜，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擦柜子的动作，微微顿了一下。2楼主卧，顾燕晨反手关上门，才重重松了口气。他脱下西装外套，随手扔在沙发上，解开领带，走到浴室里反复洗了3遍手，又对着镜子仔细闻了闻身上的味道，确认没有异样，才走出来。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好的蜂蜜水，温度刚好。旁边摆着他常用的胃药，标签上贴着便签，是苏婉清秀的字迹，记得吃药，别空腹。顾燕晨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蜂蜜的甜意漫开在舌尖。他看着那张便签，心里难得生出一丝愧疚。平心而论，苏婉是个无可挑剔的妻子。5年前，顾家老爷子力排众议，定下了这门婚事。苏家是老牌书香门第，虽然近些年势头不如从前，但底蕴深厚，口碑极好。苏婉本人更是温婉端庄，知书达理。嫁入顾家后，上孝顺爷爷奶奶，下打理家事，偌大的别墅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不让他分心。他从不像别的豪门太太那样攀比、应酬、查岗，永远安安静静的守着这个家，等他回来。按理说，有这样的妻子，他该知足。可日子久了，平淡就变成了乏味。苏婉太安静，太懂事，太循规蹈矩，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，喝着解渴，却没什么滋味。而林薇薇不一样，林薇薇年轻、漂亮，会撒娇，会闹小脾气，眼睛里永远带着崇拜的光，看着她的时候，仿佛她就是全世界。她会黏着她说情话，会给她准备惊喜，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个被需要的男人。3年前一次酒局上，他认识了刚大学毕业的林薇薇，对方主动示好，他半推半就，就这么越了界。一开始他只是玩玩，想着逢场作戏，各取所需。可林薇薇乖顺懂事，从不逼他离婚，也从不闹到家里来，这让他越来越放心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直到3个月前，林薇薇哭着告诉他
她怀孕了，还是个男孩。顾燕晨当时第一反应是让他打掉。顾家规矩大，老爷子最看重名声，私生子要是曝光，他这个总裁位置都坐不稳。可林薇薇跪在他面前，哭着说她舍不得，说她可以偷偷生下来，不要名分，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行。他还拿出了产检报告，指着 B 超单上小小的影子，说：燕晨，这是你的孩子啊，是顾家的骨血。顾家3代单传，苏婉嫁过来5年，肚子一直没动静。老爷子明里暗里催了很多次，顾燕晨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也急。看着 B 超单上的小生命，再看着林薇薇梨花带雨的脸，他动心了。他鬼使神差地点了头，同意他把孩子生下来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特意安排了海外的私立月子中心，又借着集团并购案的由头，对外宣布闭关出国，亲自过去陪产。这3个月是他这辈子最放松也最肆意的日子，不用管公司的琐事，不用应付家里的长辈，不用戴着完美总裁的面具，每天陪着林薇薇散步聊天，看着肚子一天天变大，孩子出生后笨拙地学着换尿布、冲奶粉、哄睡觉。那种初为人父的喜悦是他从未体验过的。他甚至开始规划，等孩子再大一点，就悄悄接回国，在别的城市安置好，等时机成熟，再慢慢跟家里坦白。至于苏婉，他没想过离婚。苏婉是合格的顾家主母，是维持他体面形象的必需品。他需要这段婚姻，需要苏婉给他稳住大后方。他以为他能一直这样平衡下去。叩叩叩，敲门声响起，苏婉温柔的声音在门外传来：燕晨，晚饭做好了，下楼吃饭吧。知道了。顾燕晨收敛心神，应了一声。下楼的时候，餐厅里已经摆好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全是他爱吃的口味。清蒸鲈鱼、蟹粉豆腐、黑椒牛柳，都是他出国前提过一嘴的菜式，没想到苏婉记到了现在。张妈站在餐桌旁，正盛着汤，看见他下来，微微欠身：先生。顾燕晨淡淡嗯了一声，目光扫过张妈，没太在意。张妈是顾家的老保姆了，在顾家做了快8年，苏婉嫁过来之前就在。话不多，手脚麻利，做事靠谱，家里大小琐事都打理得很好。在顾燕晨眼里，他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佣人，老实本分，从不多嘴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就是这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老保姆，会在稍后一句话击碎他所有的伪装。坐吧，知道你爱吃这些，特意让张妈做的。苏婉拉开椅子，示意他坐下，又给他盛了一碗汤，先喝点汤垫垫胃，你胃不好，别吃太急。他说话的时候眉眼温柔，眼神里带着真切的关切。顾燕晨看着他，心里那点愧疚又冒了出来。他接过汤碗，难得主动说了句：辛苦你了，这3个月家里多亏了你。夫妻之间说这些做什么？苏婉浅浅一笑，低下头吃饭，长发垂下来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饭桌上的气氛很平和。苏婉絮絮叨叨说着家里的琐事，爷爷上个月血压有点高，已经调理好了，奶奶新学了插花，天天往家里抱花瓶，院子里的月季开了，是他去年亲手栽的品种，家里的猫生了小猫，活泼得很。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，苏婉说的认真，顾燕晨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，偶尔点头回应。他的心思一半在饭桌上，一半飘回了海外。不知道林薇薇吃饭了没有，孩子有没有哭闹，有没有想他。一顿饭吃了半个多小时，苏婉全程细心照顾，给他夹菜添饭，周到的无可挑剔。吃完饭，顾燕晨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财经新闻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时不时低头回消息。他回得很小心，手机屏幕压得很低，生怕苏婉看见。苏婉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，捧着一本书在看，安安静静的，从不打扰他。客厅里只有电视新闻的声音，祥和又安稳。顾燕晨一边回着林薇薇撒娇的消息，一边看着身旁安静看书的妻子，心里竟生出一种诡异的满足感。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大概就是他现在这样。他以为这份安稳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收拾完厨房的张妈擦着手从后厨走出来，
她穿着灰蓝色的保姆制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劳作后的薄汗。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佣人房，而是走到客厅中央，停下了脚步，目光先落在苏婉身上，微微颔首，随即转向沙发上姿态金贵、高高在上的顾燕晨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带着点老年人特有的平缓，却字字清晰，砸在安静的客厅里，像惊雷炸响。先生，您这3个月在国外专心伺候人坐月子，气色看着确实比在家操劳公务还好呢。哐当，顾燕晨手里的玻璃杯重重磕在茶几上，茶水溅出来，洒在了高档的真丝地毯上，晕开一片深色的水渍。他猛地抬头，锐利的目光瞬间锁定站在客厅中央的张妈，瞳孔骤然收缩，眼底翻涌着难以置信的错愕，以及瞬间涌上的惊恐。坐月子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巨大的冲击让他大脑空白了几秒，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，又在下一秒凉透四肢百骸。他死死盯着张妈，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声音都带上了不易察觉的紧绷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的反应太大，大到根本藏不住心虚。坐在一旁的苏婉也放下了书，抬起头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茫然和不解。他看向张妈，眉头微蹙，语气温和却带着维护。张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先生这3个月在国外忙项目，日夜颠倒的，怎么会是坐月子？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看错了什么？这番话看似在维护顾燕晨，实则轻飘飘一句话，把问题抛回了张妈那里。张妈迎着顾燕晨几乎要吃人的目光，神色平静，没有半分慌乱。她微微弯腰，语气不卑不亢，一字一句重复道：太太，我没胡说，也没看错。先生这3个月确实没忙什么工作，他一直在北欧的克里斯汀私立月子中心陪着一位姓林的小姐，直到孩子出生，做完月子才动身回国。精准的地名，精准的机构名称，精准的姓氏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顾燕晨的心上。顾燕晨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再也维持不住半分总裁的从容淡定。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因为动作太急，带的茶几都晃了晃，杯盏碰撞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你放肆！他厉声呵斥，声音里带着上位者的威压，试图用气势压下这件事。张妈，顾家养你8年，待你不薄。你若是听信了什么谣言，或是被人收买，故意在这里挑拨离间，造谣生事，你应该清楚后果。他还在抱有侥幸，他觉得张妈一个足不出户的保姆，不可能真的知道什么内情，说不定是他偶然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，或是被谁指使，故意来诈他的。只要他咬死不认，他拿不出证据，就翻不了天。可张妈接下来的话彻底碾碎了他的侥幸。先生，我没有造谣，也没有被人收买。张妈抬起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。林小姐预产期是5月12号，实际生产是5月8号，提前了4天，剖腹产，男孩6斤8两，左脚脚踝处有一块米粒大的红色胎记。孩子小名晨晨，是您亲自取的。您在月子中心住的是顶层总统套房，房号8809。林小姐生产那天，您在手术室外守了7个小时，烟抽了半包。孩子出生后，您亲手剪的脐带，当晚因为太兴奋，一夜没睡。您给林小姐赚了2000万营养费，在当地买了一套临海别墅，登记在林小姐母亲名下。您还托人给孩子办了当地的出生证明，打算等孩子满周岁再带回国内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精准到日期、数字、细节，全都是只有他和林薇薇2个人才知道的私密事，连他最信任的特助林周都只知道他在海外有私事，不知道这么详细的内容。顾燕晨浑身的血液都凉了，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扶住沙发靠背才稳住身形，眼底的震惊、慌乱、恐惧交织在一起，往日里沉稳锐利的眼眸此刻只剩下无边的慌乱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他做的那么隐秘，全程匿名，所有费用走的都是海外的空壳公司，身边的人都签了保密协议，连林薇薇都被叮嘱过不许对外透露半个字。一个家里的保姆，
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调查我？顾燕晨的声音干涩沙哑，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。张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继续说道：先生，您回国前一天还抱着孩子拍了很多照片，存在您手机的加密相册里。您左手虎口处还有今早给孩子冲奶粉的时候不小心沾到的奶渍，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就看见了。顾燕晨下意识地抬起左手，看向虎口位置，那里果然有一点极淡的白色痕迹，他自己都没注意到，洗完手都没洗掉。这么小的细节他都看见了。这一刻，顾燕晨心底的恐慌达到了顶峰。他感觉自己像个赤身裸体的人，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所有的秘密，所有的伪装，所有的龌龊都被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引以为傲的缜密心思，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在对方眼里仿佛一场可笑的儿戏。够了！顾燕晨厉声打断他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混进顾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谁派你来的？他终于反应过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保姆。8年蛰伏，默默无闻，却在他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，一句话精准戳破他的所有伪装。这分明是早就布好的局。是谁？是商场上的对手，还是家族里的旁支？或是……顾燕晨猛地转头看向身旁的苏婉。苏婉还坐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眼眶微微发红，手里攥着书页，指节都泛了白。他怔怔地看着张妈，又怔怔地看向顾燕晨，眼神里充满了受伤、难以置信，还有摇摇欲坠的脆弱，看起来像是被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。顾燕晨心头一紧，立刻解释：婉婉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都是假的，他肯定是被人收买了，故意来陷害我。我们夫妻5年，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他急着辩解，语气里带着难得的慌乱。他不怕别人知道，最怕的就是苏婉知道。倒不是有多怕失去他，而是怕苏婉闹起来，惊动顾家老爷子，事情就彻底压不住了。在他的臆想里，苏婉性子软，就算听到这些，也只会哭，只会问他是不是真的，只要他好好哄一哄，发誓保证，就能蒙混过去。可这一次他错了，苏婉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他慢慢松开了攥着书页的手，抬起头看向顾燕晨。刚才还写满脆弱、受伤、茫然的眼眸，此刻已经彻底平静下来，像暴风雨过后的湖面，没有一丝波澜，平静的近乎冷漠。他看着顾燕晨慌乱失措的脸，看着他眼底藏不住的心虚和辩解，轻轻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顾燕晨，别演了。3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却像一把冰冷的刀，精准的插进了顾燕晨的心脏。顾燕晨猛地僵住，难以置信的看着他，婉婉，你……苏婉缓缓站起身，她穿着简单的家居裙，身形纤细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可此刻站在那里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周身散发出一种顾燕晨从未见过的气场，冷静、疏离、运筹帷幄。她不再是那个温顺柔软、事事以她为中心的苏婉，她像一位端坐高台的审判者，静静看着她拙劣的表演，看着她狼狈的挣扎。张妈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苏婉的语气很平淡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指责，甚至没有情绪起伏。3个月前，你说要去欧洲攻坚并购案，其实是去陪林薇薇待产，对吗？这5年，你一次次晚归，一次次出差，一次次对着我撒谎，外面从来都没断过人，对吗？你一边享受着我给你打理好的安稳家庭，维持着完美丈夫的人设，一边在外面金屋藏娇，连孩子都生了，对吗？他每问一句，顾燕晨的脸色就白一分，到最后他嘴唇颤抖着，半个字都辩解不出来。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苏婉太冷静了，正常女人听到丈夫出轨生子的消息，不该是这个反应。就算再温柔隐忍的人，也该有愤怒，有崩溃，有歇斯底里。可她没有，她平静的可怕，仿佛早就知道了一切，此刻只是在走流程。一个荒谬的念头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。难道从一开始他就知道？
这个念头让顾燕晨浑身发冷，他看着眼前陌生的妻子，声音都在发颤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苏婉看着他，轻轻扯了扯唇角，露出一抹极淡极冷的笑。不然呢？顾燕晨，你真以为你那些小把戏能瞒得住我吗？客厅里的空气彻底凝固了，落地窗外的夕阳透过纱帘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顾燕晨站在光影里，脸色惨白，身形僵硬，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塑。他看着眼前的苏婉，只觉得无比陌生。这不是他认识了5年的妻子。他认识的苏婉，温柔、单纯，甚至有些怯懦。他不懂商业，不懂算计，连跟人说话都轻声细语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、养花、打理家事，是标准的温室里的花朵。可此刻的苏婉，眼神通透，语气平淡，仿佛一切都尽在掌握。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静和笃定，是他从未见过的。巨大的反差感狠狠冲击着他的认知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顾燕晨艰难地开口，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。苏婉走到单人沙发旁坐下，姿态从容优雅。她抬手轻轻拂了拂裙摆上不存在的褶皱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。结婚第2年，你第一次带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回家的时候。结婚第2年，顾燕晨瞳孔骤缩。那是他第一次出轨。当时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回家前特意喷了自己的香水遮盖，连衣领都检查了好几遍。他以为没人会发现，没想到苏婉当时就知道了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说？顾燕晨怔怔地问。说了又能怎么样？苏婉抬眸看他，眼神平静。跟你吵，跟你闹，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苏婉的丈夫出轨了。然后呢？你道歉，你忏悔，你保证再也不会了，我原谅你，然后日子继续过，你再犯第2次、第3次。我没那么无聊。他的语气很轻，却带着一种洞若观火的清醒。顾燕晨说不出话来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苏婉说的是对的。如果当时他就闹起来，他大概率会道歉，会保证，会收敛一阵子，但等风头过去，他还是会再犯。狗改不了吃屎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你就安排张妈进顾家，盯着我。顾燕晨看向站在一旁的张妈，心底一阵阵发寒。张妈本来就是我的人。苏婉淡淡开口，解开了顾燕晨的疑惑。张妈是我母亲当年的陪嫁佣人，看着我长大的。我嫁过来之前就跟爷爷提了一句，说身边用惯了的人带过来放心。爷爷没多想就同意了。顾燕晨想起来了，当年苏婉嫁过来的时候，确实带了一个陪嫁保姆，就是张妈。只是张妈太低调了，话少，做事勤勤恳恳，很快就融入了顾家的佣人队伍里，没人把她当陪嫁的心腹看待。连顾燕晨自己都渐渐忘了这茬，只当她是顾家的老员工。原来从婚姻开始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在苏婉的监控之下了。你嫁过来的时候就防着我。顾燕晨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荒谬。苏婉摇了摇头，不是防着你，是给自己留后路。我母亲当年就是因为太相信我父亲，最后落得个惨淡收场。她从小就教我，人心不可信，尤其是男人的心，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留退路。嫁给你是爷爷的意思，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本来以为顾家是规矩人家，你是稳重可靠的人，我们可以相敬如宾，过一辈子安稳日子。是你自己打碎了这份安稳。他的语气很平静，没有指责，没有怨恨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可越是这样，顾燕晨心里越慌。愤怒和怨恨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彻底的冷漠。说明他早就不爱了，早就放下了，所以才能这么冷静地看着他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所以这5年你一直都在收集我的证据。顾燕晨的声音带着颤抖，你看着我一次次撒谎，一次次出轨，你都假装不知道，就是为了等今天，等着我犯下不可挽回的错，然后一次性置我于死地。置你于死地。苏婉轻轻笑了一下，笑意却没达眼底。顾燕晨，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我没那么闲，也没那么大的恨意。我收集证据不是为了害你，
是为了保护我自己。我安安稳稳做我的顾太太，你规规矩矩做你的丈夫，大家相安无事，日子照样过。可如果你哪天不想好好过了，想欺人太甚，想把外面的脏东西带到我面前来，我手里的东西就是我的底气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清冷地看着他，这次你远赴海外陪小三生子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明知道这是婚内出轨，私生子女，是踩顾家的红线，是打我的脸，可你还是做了。你做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，字字句句都戳在顾燕晨的心上。是啊，不是苏婉逼他的，是他自己鬼迷心窍，是他自己贪得无厌，是他自己心存侥幸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他以为自己掌控全局，其实一直在苏婉的眼皮子底下跳舞。他所有的小心思、小算计、自以为是的聪明，在苏婉眼里都幼稚的可笑。高高在上、自负傲慢的顾家总裁，原来才是那个最可笑的跳梁小丑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顾燕晨彻底泄了气，瘫坐在沙发上，再也没有半分总裁的架子。离婚，分财产，把这件事捅出去，让我身败名裂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苏婉，眼底带着一丝最后的希冀。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跟林薇薇就是一时糊涂，那个孩子是个意外。我跟他断，我马上就跟他断干净，孩子我也会安排好，绝对不会让他影响到你，影响到这个家。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他开始卑微求和，他不能离婚，更不能身败名裂。顾氏集团正式上升期，这次并购案刚结束，正是巩固地位的时候。如果爆出他婚内出轨、私生子女的丑闻，股价必然暴跌，董事会不会放过他，顾家老爷子更不会饶了他。他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今天的地位，不能就这么毁了。苏婉看着他慌乱求饶的样子，眼底没有半分动容。顾燕晨，晚了。他轻轻开口，声音平静却决绝。如果只是逢场作戏，玩玩而已，我或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这场婚姻本来就没多少爱情，体面的维持下去，对谁都好。可你不该把孩子生下来，私生子是底线。你不仅生了，还放下所有工作，亲自跑去国外陪产坐月子，一去就是3个月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把顾家当什么了？把这段婚姻当什么了？他的语气终于有了一丝波澜，不是愤怒，是失望。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第一次出轨我没说，第二次我没说，你一次次往外面砸钱，给情人买房子买车子，我都没说。我以为你玩够了就会回家，以为你心里还有分寸，是你自己一步步把路走绝了。顾燕晨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想辩解，想求饶，想发誓，可所有的话在喉咙里打转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因为他知道苏婉说的都是对的，是他自己得寸进尺，不知好歹。张妈站在一旁，适时开口，先生，这5年您所有的出轨记录、转账流水、开房记录、亲密照片、录音视频，我们都整理好了，分门别类，证据链完整。还有这次您出国陪产的全部资料，包括视频、照片、消费凭证、房产合同，也都全部留存。另外，您这几年通过海外账户转移给林小姐的婚内共同财产，累计金额8700万，所有流水都已公证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这部分财产太太有权全额追回。8700万。顾燕晨猛地抬头，眼底满是震惊。他自己都没算过具体数目，没想到他们算得一清二楚。还有，张妈继续说道，您这次主导的跨境并购案，其中有2笔资金流向不明，涉及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，相关的证据我们也一并掌握了。轰！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顾燕晨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重重跌坐在沙发里，眼神涣散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连并购案的问题他们都知道，那是他最隐秘的操作，借着并购案的由头，中饱私囊，捞了一大笔。这件事做得极其隐蔽，连财务总监都只知道大概，只有他自己清楚全部细节。苏婉怎么会知道？你还调查了公司的事？
顾燕晨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。苏婉淡淡抬眸，我说过，我要给自己留够底气，只掌握你出轨的证据不够，我得确保真到了撕破脸的那天，你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他看着顾燕晨面如死灰的样子，语气平静地宣布，顾燕晨，游戏结束了。下午6点，夕阳沉入天际线，暮色开始笼罩江城。顾家别墅的客厅里，灯火未开，昏暗的光线里，顾燕晨瘫坐在沙发上，身影显得格外狼狈。他手里攥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上面是林微微发来的消息，一句句老公你到了吗？宝宝想你了，你什么时候接我们回国？此刻看来无比刺眼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，事业、名声、家庭、地位，都在这短短1个小时里摇摇欲坠。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他从未放在眼里的妻子和一个不起眼的保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顾燕晨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破罐破摔的颓然。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你才肯把这些证据压下来？只要你不曝光，什么都好商量。在他看来，苏婉布这么大的局，无非就是为了钱，为了离婚的时候多分点财产。可苏婉却摇了摇头，我不要你的钱。他说，属于我的，我会一分不少的拿回来，不属于我的，我一分都不会多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顾燕晨不解。苏婉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背影纤细却挺拔。我要离婚，我要你净身出户，我要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该有的代价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话音落下，他转头看向张妈，微微颔首，动手吧。简单3个字，像一道指令，瞬间开启了全盘收网的程序。张妈立刻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语气恭敬，陈律师，按原计划执行吧。挂了电话，他又点开几个聊天窗口，手指飞快地操作着，将一份份文件、证据、资料发送了出去。顾燕晨看着他的动作，心脏狂跳不止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席卷全身。你们发给谁了？苏婉没有回答他，答案很快就揭晓了。首先响起的是顾燕晨的手机，不是一个，是无数个电话，无数条消息，疯狂地涌了进来，手机震动个不停，像要炸开一样。顾燕晨颤抖着拿起手机，点开一看，瞬间浑身冰凉。财经新闻推送，公司高管群、家族群、合作伙伴的消息，全都炸了。惊天大瓜，顾氏总裁顾燕晨婚内出轨，海外私生一子，3个月闭关实为陪产，附完整证据链，产检陪同照片，月子中心视频，大额转账记录，铁证如山。顾燕晨完美人设立不住了。百亿并购案背后已有利益输送，热搜词条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短短几分钟就霸占了热搜榜前10的半壁江山。视频、照片、录音、流水，所有证据都被打了码，却清晰可辨，完整的还原了顾燕晨这3个月的真实行程，以及这5年的出轨轨迹。没有造谣，没有抹黑，全是实打实的铁证。全网哗然。上午还在全网吹捧的完美总裁商界传奇，下午就彻底翻车，沦为全网唾骂的渣男。评论区彻底沦陷。我吐了。上午刚刷到他载誉归来的通稿，晚上就爆出轨生子，这反转也太打脸了。3个月闭关攻坚，原来是闭关陪小三生孩子，真够讽刺的。心疼他老婆，苏婉也太惨了吧，温柔贤淑守家5年，就换来这个。顾家这脸都丢尽了，3代单传也不能这么搞吧，婚内出轨生子，违法了吧？还有并购案的瓜呢，说是中饱私囊，要是真的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舆论像海啸一样，瞬间席卷了全网。而顾氏集团的股价也应声暴跌，港股市场还没收盘，顾氏集团的股价就开始跳水，短短20分钟，跌幅超过 12%， 市值蒸发超过40亿。公司高管群里已经吵翻了天，无数个顾燕晨的消息，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进来，有董事会的问责，有合作方的质问，有公关部的紧急请示。顾燕晨拿着手机，手指颤抖着，一个电话都不敢接。
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他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事业、名声、人设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苏婉，你疯了！顾燕晨猛地站起来，眼睛通红地看着苏婉，语气里带着愤怒和绝望。你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顾家垮了，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苏婉平静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顾家垮不垮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只知道，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。你放心，我只针对你，不会动顾家的根基。并购案的证据，我只放出了冰山一角，剩下的我会交给证监会和顾家老爷子。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。他从来没想过要毁掉整个顾家，他只是要让顾燕晨为他的背叛和自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顾家老爷子很快就打来了电话，电话刚接通，老爷子震怒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，震得顾燕晨耳朵发疼。顾燕晨，你给我滚回老宅来，立刻，马上。顾燕晨脸色惨白，握着手机的手都在抖。他知道回去之后等待他的是什么。顾家最看重名声和规矩，他做出这种丑事，老爷子绝对不会轻饶他。总裁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，说不定还会被逐出宗族核心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想求饶，可话到嘴边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铁证如山，他百口莫辩。挂了电话，顾燕晨瘫软在地，西装皱巴巴的，头发凌乱，再也没有半分白日里风光无限的样子。他抬起头，看着站在落地窗前的苏婉，暮色里他的身影朦胧，却透着一股决绝的力量。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过这个女人。5年婚姻，他以为她是依附自己的菟丝花，是温顺听话的洋娃娃，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可到头来，他才是那个手握棋局不动声色的棋手，而他不过是他棋盘上一颗自投罗网的棋子。苏婉，你好狠的心。顾燕晨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自嘲。苏婉转过身，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轻轻开口，不是我狠，是你太贪。你拥有的已经够多了，体面的事业，安稳的家庭，贤惠的妻子，可你偏偏不满足，还要去偷，去抢，去践踏别人的真心和底线。有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是你自己种下的。说完，他不再看他，对张妈吩咐道，张妈，收拾一下我的东西，我们今晚就搬出去。是，太太。张妈应声。顾燕晨看着他转身要走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巨大的恐慌和失落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抓住他，婉婉，别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苏婉停下脚步，却没有回头。顾燕晨，没有机会了。真心只有一颗，碎了就是碎了。信任只有一次，没了就是没了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绝。说完，他抬步走上楼梯，背影挺直，没有丝毫留恋。顾燕晨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最终无力地垂落下来。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听着楼上收拾东西的动静，听着手机不停响起的提示音，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他，他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毁了。而毁掉这一切的不是苏婉，是他自己，是他的自私，他的贪婪，他的虚伪，他的不知珍惜，亲手把自己从云端拽进了泥沼。这场风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来得更猛烈，也更彻底。当晚，顾燕晨被老爷子叫回老宅，罚跪在祠堂里整整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顾氏集团就发布了官方公告，暂停顾燕晨总裁职务，成立专项调查组，彻查其个人作风问题及相关经济问题。公告一出，股价又是一轮暴跌。紧接着，顾家宗族发布声明，罢免顾燕晨宗族继承人身份，收回其名下部分家族资产，交由族老会代管。短短3天时间，顾燕晨从万众瞩目的顾家总裁、商界新贵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董事会重新选举了新的总裁，是顾家旁支的一位长辈。新总裁上任后，
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复盘并购案，彻查资金问题。顾彦辰借着并购案中饱私囊的事情，很快就被查了出来，数额巨大，证据确凿，不仅要全额退还赃款，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。顾彦辰彻底慌了，他四处托关系，找人求情，可往日里围着他转的那些朋友、合作伙伴，此刻全都避之不及，连电话都不肯接。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，他第一次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。而远在北欧的林薇薇也彻底慌了神，她每天抱着孩子，守在手机前，等着顾彦辰的消息。一开始顾彦辰还会回她几句，让她别担心，说事情很快就能解决。可到后来，消息越来越少，电话也打不通了。直到她刷到国内的新闻，看到顾彦辰身败名裂，停职调查的消息，才如遭雷击，瘫坐在地上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赌上青春和名声，费尽心思怀上的孩子，不仅没能让她嫁入豪门，一步登天，反而连依靠都没了。顾彦辰自身难保，怎么可能再管他们母子？他不甘心，他抱着刚出生的孩子，千里迢迢从北欧飞回国内，直奔顾家老宅，想要讨个说法。结果连老宅的门都没进去，就被保安拦在了外面。顾总说了，不见你。保安面无表情地说，还有，孩子是不是顾家的，还不一定。顾总让你别再来闹了，再闹就报警告你敲诈。林薇薇抱着孩子，站在顾家大门外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不甘心，她不服气，她去找顾彦辰，可顾彦辰忙着处理自己的烂摊子，根本不肯见她。她想闹，可她连顾彦辰的面都见不到。她这才明白，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她以为顾彦辰是她的长期饭票，是她跨越阶层的跳板。可实际上，他不过是顾彦辰无聊时的消遣，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。大难临头，他最先舍弃的就是他和孩子。后来，他听说顾彦辰离婚了，净身出户，还背上了一身官司。他彻底死了心。他抱着孩子回了老家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未婚生子，名声尽毁，家里人埋怨他，街坊邻居议论他。他没了收入来源，只能靠着以前顾彦辰给的那点钱艰难度日。这就是投机取巧，破坏别人家庭的下场。机关算尽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而苏婉在风波爆发的当晚就搬出了顾家别墅。她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怨天尤人。离开顾家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她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，轻轻舒了口气。5年婚姻像一场冗长的梦，如今梦醒了，她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。离婚官司打得很顺利，顾彦辰是过错方，证据确凿，加上还有经济问题的把柄握在苏婉手里，根本不敢扯皮。法院很快就判了离婚，顾彦辰净身出户，婚内转移的8700万财产全额追回。苏婉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很多人都同情她，觉得她遇人不淑，5年青春喂了狗。可只有苏婉自己知道，她从来不是受害者。从发现顾彦辰出轨的那天起，她就收回了自己的真心。这5年，她不过是守着一段婚姻的壳，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她看书、学习、理财、投资，悄悄打理着母亲留给她的产业。表面上是依附丈夫的全职太太，实际上她手里的资产早就不比顾彦辰少。她只是懒得争，懒得抢。可别人要是气到她头上来，她也绝对不会手软。离婚后，苏婉搬去了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，那是她婚前就买好的房子，视野开阔，装修雅致。让妈依旧陪着她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她重新拾起了自己的专业，开了一家文创工作室。她本来就是名牌大学设计系毕业的，当年为了结婚，为了所谓的顾家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。如今重新捡起来，依旧得心应手。工作室运营得很好，短短1年时间，就在业内打出了名气。苏婉本人也像是重新活过来了一样，她不再是那个围着丈夫、围着家庭转的顾太太。她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可以去想去的地方，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她变得更自信，更从容，更有魅力。
身边也不是没有追求者，有年轻有为的企业家，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都对他表示过好感，但苏婉都婉拒了。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他对爱情和婚姻已经没有太多执念了。他现在只想好好搞事业，好好生活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至于顾燕晨，他偶尔会从别人口中听到他的消息，听说他最后还是退了所有赃款，又找了很多关系，才免于刑事处罚，但也留下了案底，再也不可能涉足商界了。听说他从顾家搬了出去，住到了老城区的小房子里，日子过得很拮据。听说林薇薇带着孩子找过他几次，跟他要抚养费，两人天天吵架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听说他后来找过苏婉好几次，想要复合，都被苏婉拒之门外。曾经高高在上、风光无限的顾家总裁，最终落得个妻离子散、身败名裂、穷困潦倒的下场。所有人都说他是被苏婉害的，可只有顾燕晨自己清楚，害了他的从来不是苏婉，是他自己的贪婪和自私，是他自己的虚伪和侥幸，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本该幸福安稳的人生。1年后，江城深秋，一场商业慈善晚宴在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举办。苏婉作为文创行业的新锐代表，也受邀出席。她穿着一身酒红色的丝绒长裙，长发挽起，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，眉眼精致，气质从容，站在人群里，自带一股清冷又温柔的气场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这一年，她的工作室越做越大，还拿了好几个业内大奖，成了江城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。再也没人提起她是顾燕晨的前妻，大家提起她，只会说苏总，说她的工作室，说她的才华。她终于活成了自己的靠山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苏婉觉得有点闷，便走到露台透气。晚风带着深秋的凉意，吹得人神清气爽。她靠在栏杆上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轻轻晃着手里的香槟杯，眼神平静而悠远。苏婉，一个迟疑又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苏婉回头，路灯昏黄的光线下站着一个男人，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旧西装，头发有些花白，面容憔悴，眼神浑浊，看起来苍老了好几岁。是顾燕晨。苏婉微微一怔，随即恢复了平静。他淡淡地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语气疏离又礼貌，好久不见，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陌生人。顾燕晨看着眼前的苏婉，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有愧疚，有后悔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。1年没见，她越来越耀眼了，从容、自信，神采飞扬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女性的魅力，和当年那个围着家庭转、温顺隐忍的顾太太判若两人。而她却越来越落魄了。这场晚宴，她是托了好多关系才拿到一张入场券，想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找点机会东山再起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苏婉。看着光彩照人的她，再看看狼狈不堪的自己，顾燕晨心里一阵酸涩，一阵悔恨。你过得还好吗？他艰难地开口，声音干涩。挺好的。苏婉淡淡一笑，语气平静。你呢？顾燕晨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他过得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每天为了生计奔波，还要应付林薇薇的纠缠，还要照顾年幼的私生子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他常常在深夜里后悔自己当初鬼迷心窍，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苏婉，后悔自己亲手毁掉了一切。如果当初他没有出轨，没有生下那个私生子，没有做那些糊涂事，现在的他应该还是风光无限的顾家总裁，身边有温柔贤惠的妻子，有安稳和睦的家庭。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如果。苏婉，顾燕晨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苏婉看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。他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恨，没有怨，只有彻底的释然。顾燕晨，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以后就各自安好吧。说完，他微微颔首示意，转身走回了宴会厅。
背影挺直，步履从容，没有丝毫留恋。顾燕晨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宴会厅的门口，久久没有动。晚风吹过，带着深秋的寒意，凉透了他的心底。他知道，他彻底失去他了，永远的失去了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，衣香鬓影。苏婉端着酒杯，和相熟的朋友谈笑风生，眉眼间尽是从容与洒脱。过去的5年，就像一场无关紧要的旧梦。梦醒了，他还要继续往前走。至于那些错的人、错的事，就留在过去吧。山水不相逢，莫道彼此长和短。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结出什么果。这世间所有的背叛与谎言，最终都会反噬自身。所有的温柔与善良，也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。